哎呀，我不知道，好好的房贷寿险有时候会操作成这样，然后它有细节哦。这个就说房贷寿险，你可以不要买满哦，不要买满的意思是说，假设你办贷款30年嘛，哦，那就是它就是保证这30年之内你挂了这样，然后你越老对那个银行来说风险是越大的，越容易出代志的对，就跟那个年轻人意外险反而是比较便宜的一样，好。那你可以不要保最后你年老的那10年哦，那个保费会降低非常的多，这个降低的幅度可能不止30%，因为最后的那个你年纪大的那一个周期你还不出来，你出代志的几率是高的哦。OK， 所以那一段周期的保费是高的啊，就很像是人家讲的什么退伍老兵八字轻之类的哦。那所以我是认为说，你有遇到好的专员哦，那专员一定会跟你解释说啊，这东西你就他该暗示的也暗示了，然后他还帮你调配一下说啊，你不要买满哦，你没有什么必要去买满，反正看也知道你这个不是说要在这里终老嘛，看也知道你那几年之后又要换了嘛。不办保险，银行就不借你钱吗？必懂火险、凶宅险、地震险，别让意外赔上你的未来哦。先说结论，你跟银行借钱，它是一定会要你办什么住宅火险、地震险的哦。那如果你担心什么台风淹水的话，这是都有了哦，可以一起办一遍哦。那这样子你自己感觉会最安全。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哈，到高雄要去哪里玩？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哦，买房子一定要买的保险哦。这是我们聊的这个题目，我知道偏无聊，但这还是重要的哦，来聊一下。起因呢，是我看到这篇 po 文哦，那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就简单讲一下，就是原 po 说他在对保的时候，银行叫他要买活险，然后原 po 他又不想买，你是没给哦。那银行说没有啊，大家都这样，大家都是这样买，但那原 po 就是没给哦，就是不想，所以就在那边僵持。结果15分钟以后，银行就请原 po 离开哦，就是说不承办原 po 业务的意思哦。那这个原 po 就很火大，跑来 po 文这样哦。好，那你也不要笑这个原 po 哦，那个就只是没有买卖过房子的经验哦，跟那个中介代书可能他在前面沟通不到位，然后导致这样。我想银行已经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哦？所以不晓得说这个办房贷的时候，银行哦通常叫你一起绑那个住宅啊、火险啊，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情哦。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银行会要你办住宅火险哦？那我们就来聊一下，为什么银行那么坚持哦？就你一定要办保险，不然他就不接这个业务哦。也不是说什么保险很缺业绩啊，哦，那串通好了之类，这就是银行的风控的一环哦。风控去细看这个住宅火险哦，你会发现它受益人第一顺位是银行哦，赔完有剩，第二顺位才是你。也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幸发生意外的时候，这个保险优先支付给银行来偿还你房贷的部分，有剩钱的话，你才拿得到哦。那这个对银行来说是合理的操作。银行出的钱比你多呢，你今天是你去找银行贷款的呢，对不对？你贷8成呢，你贷5成呢，对啊。那假设第一顺位是你的话，那我就问你嘛，你房子都烧掉了，你还要不要缴房贷哦？是我的话，我也不缴啊，对吧？不要说烧掉，我们讲更极端的状况，被炸掉。乌克兰，你看乌克兰现在有谁在缴房贷？这来通知管他的，啊不就是这样哦？那银行也知道哦，你看我在那边拍个影片哦，我就说我是怎么想的，你也那边点点头哦，所以银行也知道大家就是个尿性嘛，然后还跟我借钱，然后我还要出的钱比你还多来帮你买这个房子，所以他就直接在问题发生之前，把这个风险之门给堵上。就是你要签这个火险、地震险，然后第一受益人要写银行，不然你就不要来跟我借哦，就这样。所以是导致你去各家银行大概都是这样，导致你好像没得选，导致你好像被绑架，导致人们每个人不甘愿哦。最后你要知道，除了住宅火险以外，还有什么是可以保的？好，那我们再延伸来聊一下，说除了住宅火险以外，你还有什么保险可以保？好，那我很可能会讲错哦，欢迎你在下面补充。先讲一下住宅火险的内容。以前的住宅火险就真的只有保火灾哦，但921以后，政府要求住宅火险扩大为住宅火灾及地震基本保险，就是说除了保火灾以外，地震也要保哦，那保费都变高。
然后从109年以后，投保住宅火灾及地震的基本保险就自动承保住宅第三人责任基本保险，就是因为这间房子发生了意外如果造成第三方的人受伤，保险公司它也要赔。例如说什么很有名那个台中气爆，对不对？然后玻璃溅射，然后喷到路人的这种保险也要负责。那保险的细项我就不讲了你可以自己去看你的保单。那另外你可以加保台风、洪水附加条款。一般来说那个大楼就我看几乎没人来保那个透天住1楼自己看一看会怕的那或是那个银行他去看一看他自己风险评估他自己就会跟你讲。这个金管会也有推荐我念一下：民众在现行住宅火灾保险外，可额外加保台风、洪水附加条款。我们美术馆不是高雄美术馆被淹水嘛？那如果他有保的话，对不对？就不用等政府在那边什么法外开恩，在那边救济补助那除了因台风、洪水有发生毁损的情况可获得赔偿，若有发生清除或临时住宿费用，保险公司亦负赔偿责任。就是除了房子有受损会赔以外，因为你在清泥沙或是因为那个风雨太大，它泡到你的车那车的话当然有车的保险去处理或者撤离当地导致你有些额外的花费，它保险都会赔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叫特定事故房屋跌价补偿保险就凶宅险凶宅险俗称虽然你去找那个保险的 sales， 你说我要凶宅险，他们大概都听得懂但它叫特定事故房屋跌价补偿保险你的房子不幸变成凶宅，这边又要讲真的要挥不完。自然身故不叫凶宅，就是有一个长辈然后住，然后安静的在家里走了OK 好，那叫自然身故，它不是意外身故。那这样的话它就不是凶宅，这个就不会赔那凶宅险认定就是看会不会被登载成事故物嘛要事故发生地。哎呦，这个凶宅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奇怪，那个政府你应该要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什么东西叫凶宅，因为这个东西会出现在誊本上，不是说保险公司各家解释起来好像都变成很模糊的空间这样，对不对？你现在对凶宅的理解是不是乱七八糟的？好，我问你假设有一户房子12楼，然后它里头的租客跑到顶楼15楼的晒衣场往下跳，请问哪间是凶宅？好，我再问你假设有一个9楼的房子里头的租客的小孩子夏天跑到社区公社的游泳池去游泳，不小心就没有起来，请问那间是不是变成凶宅各种很多变化球，这应该都要有个解释地震险还有一个等级比较高，叫超额地震保险附加条款就是说基本地震险的保额只有150万，保证它会赔比较多，赔的比较全面之类的，包含有一些什么古董艺术品，如果不小心有损伤的话，可能也都会有理赔这样。我知道的大概就是这几个，如果你知道其他的，也欢迎在留言区补充或者是说你自己就是保险的业务，那你就在留言区打广告我真没有差你们不要真的打广告，人家拐了，人家去买什么储蓄险，都讲那个房地产的东西就对了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
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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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保险这种事情，你有没有觉得好像都是过期以后就出事，对不对？对不对？就我也不懂，那像什么汽车、机车的险啊，不是慢慢爱缴不缴，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期都要那个等通知。然后真的有一天在国道上出了车祸，然后发现保险已经过期了然后就怎样怎样，这我听同事讲很多，然后讲到我自己都会怕。保险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轴是那一篇 po 文嘛什么什么火险、地震险那这东西感觉是内建必买的东西，然后惹得人家不高兴上一波。我倒认为还好我个人认为真的应该要被拿出来认真讨论。你要站，你也要站什么？站凶宅险，跟有一个魔王叫房贷寿险，对不对？房贷寿险，房贷寿险这个我讲一下我的理解啦我也不是做保险这一行的那我的理解每次都会被卖他们最有名的 slogan， 他们在推广嘛，最有名的 slogan， 他们就是说留爱不留债留爱不留债，就是说一个家庭好好的，然后就一家3口然后工作还房贷，然后家里的经济支柱是那个男方，好结果男方因故意外挂了以后房贷怎么办？你要那个女主人带小孩怎么办那以前就会出现很多悲歌嘛，就是说哇这不管那银行是赚钱单位就是要管你还不还得出来，不行的话法拍，造成很多悲剧。然后房贷寿险就是说你买这个房子，然后贷款的是你要是你挂了的话那就把你的那个房贷把它赔掉清掉那这样就形成一个留爱不留债。要是不幸发生意外，然后女主人她也不会被房贷压着跑。当然这是令人动容的故事你看我都会讲那真的在做 sales 的，他们来讲起来绘声绘影，他们一定是更令人动容啦那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好，那房贷寿险这个东西我个人感觉现在操作上有点歪掉。歪掉是歪在哪里？歪掉是歪在说，像我们去年的 Q4 是不是发生了银行限贷风波？银行限贷风波就是说我只有10个便当，然后现在有100多个人要来吃怎么吃大家吃少一点，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是说，那你要买房贷寿险，暗示这东西不能明示的，暗示然后就说房贷寿险这东西不错留爱不留债那如果你同意的话，房贷寿险这样，它是跟着你的房贷一起缴，因为那个金额都蛮大笔的30-50万，这很正常你看我干30-50万什么东西？他说没有，这个你不能一次缴你要顿缴的话
啊美合他就说啊以后就拨在房贷里面慢慢缴这样。好，那房贷寿险那时候啊，是不是还有发生一些社会事件？这个都有上新闻，就是说有一个人啊，他就很气啊，很气说现在银行限贷怎样怎样，然后他在对保的时候就一直被暗示要买房贷寿险，一直被暗示，然后他很不舒服，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上网爆料，然后揭发了这个银行偷卖金融商品，想说反正两边的风景一边就是说银行那边趁火打劫那在房地产讨论版说北七，这人家给你开了一条路，在现代的情况之下开了一条路也用暗示你的你不感谢人家你还捅人家一刀好，那就是这样房贷寿险它现在的定位有点变成你要办房贷，它是一个快车道你也可以不加这个不能强制你弄的那你不弄，那银行也可以不做你这笔生意。他当然不是说因为你不买房贷寿险，所以我们就不承接，不能这样子说这样强迫推销了嘛。所以他们就说先生可能怎样怎样怎样好，那如果你愿意配合房贷寿险，那个窗口很高兴那这边跟佣金有关就直接讲佣金有关。我现在讲是我的理解，我们要诋毁银行第一线工作的人员，我觉得第一线工作的人真的很衰那真的要出来担责任的主管坐在后面爽爽的那个躺枪的都是你们那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这个佣金算高现在我们以前在做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内建的，我以为房贷寿险是那个跟火险、地震险一样是内建的呢。以前嘛，高雄嘛，就比较那个就比较弹性我们讲弹性反正你有绑呢，大概都 OK 以前没有在什么第二屋几层的啦，也没有什么第三屋现代的啦，没有啦。但大概买每一间房子都是7成以前也没有8成这件事情你要做8可以，你就是要那贷款的东西现在这个版本都过时都不能用总之就是说你房贷寿险有加，它的那个就很好跑，然后弄着弄着他就从国产车换类奢侈了就这样所以我认为房贷寿险它的佣金是高的是这样来的 OK 好，也可以反驳我随便那房贷寿险我个人认为说应该要让它回归到保险工具的本意。你说一个3口之家，一个经济支柱怎样，他保个房贷寿险来个留爱不留债，这件事情有没有道理？就有嘛，对我也觉得蛮有道理的那你就不要搞的，如果这不叫房贷寿险，这要换个名字叫留爱不留债险，就是比好多了。像火险、地震险，我们大家看那就缴了哎呀，我不知道，好好的房贷寿险都会操作成这样，然后它有细节这个就是说房贷寿险你可以不要买满不要买满的意思是说，假设你办贷款30年嘛那就是它就是保证这30年之内你挂了这样，然后你越老对那个银行来说风险是越大的，越容易出代誌的对，就跟那个年轻人意外险反而是比较便宜的一样那你可以不要保最后你年老的那10年那个保费会降低非常的多，这个降低的幅度可能不止30%，因为最后的那个你年纪大的那一个周期你还不出来，你出代誌的几率是高的OK， 所以那一段周期的保费是高的就很像是人家讲什么退伍老兵8字亲之类的那所以我是认为说，你有遇到好的专员那专员一定会跟你解释说这东西你就他该暗示的也暗示了，然后他还帮你调配一下说你不要买满你没有什么必要去买满，反正看也知道你这个不是说要在这里终老嘛，看也知道你那几年之后又要换了嘛之类有没的那去帮你做这些的时候，我想大家的观感就会好得多房贷寿险，我直到今天我都还是同意房贷寿险这件事情我只是很纳闷说为什么这件事情被操作成好像是银行要塞给你的那个包着糖衣的毒药，没有不是这样到底是谁在乱搞，把它搞成这样，莫名其妙。然后凶宅险凶宅险这马戏，凶宅险据我所知据我所知，我就不想欠人情嘛，所以我就自己去找，然后有一个富邦的那个这不是业配这就我在 B 版上发，然后就他回我这样，他说他们的凶宅险现在也大打折扣了。我说什么叫大打折？他说以前赔很多了，那现在也不太行了因为那个什么案件变多，怎样怎样。凶宅险我也有买那我基本上每一间房子我都会去买，那个没多少钱按保险不就是这样嘛就大家来出个自己觉得没多少钱，然后来换到说哪一天自己爆了的时候，
还能被拯救这样哦。那凶宅险说真的，那个密密麻麻的我也看不懂哦。那我还是签了哦。那凶宅险的话，我个人认为，你今天既然都在自产了，你自住房子你去买凶宅险，可能也有道理哦。那个就是有个人跑进来把你杀了之类哈、哦。那你如果是自产的房子，好、哦，那你里头还做隔套，我个人认为这是标配吧，哦，这是标准配备吧，哦，就是怎么说，不是很爱讲说房东3件套、房东4件套，那里面1件就应该是这个吧？哎呀，那凶宅险啊，因为租客嘛，谁知道啊？你了解这个租客哦，女孩子安安静静的，很漂亮，看起来很乖，好，但你不知道她的追求者是不是精神病啊？哦，拿着菜刀来追她的一个精神疾病啊，所以凶宅险啊还是要，可是凶宅险很难被推广哦，一讲凶宅险怪怪的哦，所以我个人认为凶宅险也需要被证明啊。然后凶宅险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佣金高不高哦，但我想你那个合作很容易吧？如果你是做保险的，你朋友一定有做房仲的嘛，你就跟他配合嘛，然后看看怎么样去弄凶宅险这些东西。然后讲到跟房地产要无关哦，就是宠物也有保险的哦，就猫猫狗狗啊，他们也有他们的好像寿险的东西，也蛮便宜的。我听我朋友讲，什么1500、2500哦，4000块，比较大只的比较贵哦之类的。哦，所以保险的世界真的是花花绿绿的。好，然后在我们房地产来说，最主要的保险哦，火险、地震险那个东西以外，啊，最常被讨论的就是凶宅险跟房贷寿险。我认为房贷寿险你要去研究哦，你不是说完全排斥。那因为我目前为止自产的一些房子还是有房贷寿险在跑，就来个留爱不留债嘛，不然怎么办？哦，我也没认真去了解，我的想法就是啊，那就这样哦。那希望我就是被那个留爱不留债这种话术打动不要他们到时候又出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到时候不赔哦。好啦，房贷寿险这个东西跟你分享一下，真的火险、地震险这有什么好吵的？真的莫名其妙，这到底有什么好吵的？要吵还是吵凶宅险、房贷寿险嘛，对不对？好，就这样。